上一期我们介绍了 Summarization 总结中间件，它会对超长的消息列表进行总结压缩。今天我们来介绍另一个中间件，上下文编辑中间件 Context Indenting Middleware。这个中间件专门用来处理智能体循环中产生的大量工具调用结果。当上下文超过阈值时，自动清理旧的工具结果，从而有效管理上下文窗口的大小。为什么需要这个中间件 ？Agent 循环会产生大量工具调用。Agent 在循环中不断调用工具，搜索、查询数据库、读取文件等工具返回的结果通常很长。随着对话进行，这些工具结果会快速占满上下文窗口。实际场景中，比如你让 Agent 帮你调研一个技术主题，它可能调用了 Tabular Search 搜索10次，每次返回几千个字符的内容。这些旧的搜索结果其实 Agent 已经用过了，但还在占用上下文空间。核心原理参考了 Anthropic 的设计，这个中间件镜像了 Anthropic 最新推出的 Clear to Use 2025-0919上下文编辑策略。工作流程首先会拦截模型调用，清理孤立的工具消息，没有对应 AI 调用的 toMessage， 检查触发条件，未触发直接放行调用模型，触发了会计算保留的数量，也就是这里的保留的上下文比例、词源数量、保留的消息数量，清理旧的 toMessage， 将旧的 toMessage 替换为 Clear 的字符串，保留最近 n 条消息，然后继续调用模型。关键设计理念：只清理结果，只清理工具返回的内容，保留工具调用本身。保留调用结果，模型仍然知道之前调用过什么工具，只是不知道具体返回内容。最近的工具结果会保留，因为它们还可能在被使用。上下文编辑中间件的触发条件，3种触发方式，条件之间是OR关系，满足任意一个即触发。1. 上下文大小的比例，达到模型上下文窗口的百分比是触发，比如 0.8 表示 80%。词源数量达到指定 token 数量是触发，默认10万。消息数量，消息条数达到阈值时触发，比如10条。保留设置，指定保留多少最近的工具结果，3种方式只能选一种。1. 上下文大小的比例， 2. 词源数量， 3. 保留消息数量。打开智能体编排界面，右键添加工作流，选择中间件，选择上下文编辑中间件，将中间件连接到 Agent 的节点，配置触发条件。这里我们将消息数量设置为4条，保留的数量设置为2条。接着我们问 Agent 最值得阅读的3篇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论文是什么？模型开始调用我们配置好的搜索工具。接着我们看到了 Agent 执行并向我们返回了结果。这3篇最值得阅读的人工智能论文是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GPT-3 BERT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搜索工具被调用了6次，而我们刚才上下文编辑中间件的触发条件是4条消息。很显然，上下文中间件已经被触发。紧接着我们回到后台终端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工具调用的内容已经被替换为 Clear 的字符串。搜索工具返回的几千字搜索结果现在只保留为 Clear 的，但是 AI 消息中仍然保留了工具调用的记录。这样模型知道之前做过搜索，只是不知道具体内容了，这样既节省了上下文空间，又保留了对话的连贯性。与其他中间件配合使用，推荐的中间件组合顺序为 To-Do List、Context Indenting、Summarization。 为什么是这个顺序？ To-Do List 先进行任务规划，不影响上下文。 Context Indenting 清理工具结果的内容，最占空间的部分。 Summarization 对剩余消息进行整体总结。组合效果 Context Indenting 先把大块头的工具结果清掉， Summarization 再压缩剩余的对话，两者配合效果更好。这就是上下文编辑中间件功能介绍。它和 Summarization 中间件各有侧重，一个清理工具结果，一个总结对话内容。在实际应用中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选择使用一个或同时使用多个中间件。下期我们会继续介绍更多中间件的功能，敬请期待。